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啊！为了成佛啊，我们今天听这个课然后呢进一步的闻思修行啊，成佛以后啊，度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么今天的课呢，这个题目叫做三个差别啊。那么其实这个三个差别，我们很早以前就讲过。慧灯之光第一里面呢也有这个三个差别。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要讲这个三个差别呢？因为我们就是这些年新学佛的人，也就是初学者刚刚学佛的人很多的每年都是有很多新学佛的人，初学者每年都越来越多那么很多人就是需要一些基础的一些这个学佛的佛学的知识因为我们的这个学佛的这个居士当中有一部分呢是像菩提学会呀或者是其他学会当中学了很多年那么对他们来说这个三个差别这样子的比较基础的这个知识可能不怎么需要至少这些这个知识方面呢就因为大家都懂因为都学了很多比较这个深光标准的这些佛经所以呢现在可能不需要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很多的刚刚学佛的人就需要这方面的这个知识然后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呢想学佛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愿但是呢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佛学什么叫做学佛怎么样学佛这都是这方面呢都不懂所以我们这个基础方面的这些知识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是再重新再讲一次这个三个差别那么这个三个差别这个当中就讲外教跟这个佛教的差别外教是什么呢？外教就是除了佛教以外的这些宗教都叫做外教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说外道外道外教这个都不是一个贬义词这只是一个比如说从站在这个外道的这个角度比如说基督教或者是印度教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佛教就是外教对他们来说佛教就是外教对他们来说佛教就是外道但是呢从佛教的角度来讲除了佛教以外的宗教都叫做外教或者是外道这样子那首先是讲这两个的这个区别这两个的差别为什么要讲这个差别呢因为我们要作为一个这个佛教徒想学佛这样子的话，那么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佛教什么是非佛教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年代也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一些这个修行类似于佛教但不是佛教就是比如说民间的很多的这些传说
民间的很多的这些风俗习惯啊，其实这些实际上不是佛教，但是呢我们很多人把它当作佛教啊。还有呢一些外道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外道的东西实际上不是佛教啊。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辨别什么是外道，什么是佛教，所以呢，我们很多像学佛的人像走上这个解脱道的很多这样子的人呢，也就找不到一个正确的这个路然后呢，最后就是这个学到这个歪道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很多民间的这些很多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有比较迷信的这个成分就是学到这些这样子就是很可惜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首先什么叫做内道什么叫做外道什么叫做内教或者外教这个要分清楚。这个分清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这个佛法就是正法这个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刚刚接触佛教的时候我们不懂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些教义它的这个见解，他的方法，他的观点我们很多都不懂，这个时候都一无所知那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就末法时代很乱很乱，有各种各样的人说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宗教所谓的这个传教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去找到一个正确的这个路正法，这个非常的难这非常不容易。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区别要讲到第一个区别，这个特别的重要。那么第一个区别是什么呢？佛教和外教外教或者外道的这个区别首先我们把这两个要分开那怎么分呢？佛教和这个外教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呢很多地方都是不一样。最关键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外道一些外教的这个东西就是用佛教的这个用佛教的一些方法来包装以后呢然后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佛教还是外道，是什么不清楚。那这些都是是作为一个这个学佛的人想解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怎么样去这个看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提到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有的宗教都在这个劝人向善这一点呢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任何一个这个宗教对人类都是有贡献的都是有贡献的这方面呢也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较关键的古老的这些宗教古老的宗教就是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出世转法轮的时候当时印度就有很多很多的宗派有95种外道95种不同的派别也有300多种不同的派别，这都是这个有很多佛经里面呢将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当中描述了很多当时的这个外道的这些
这个他们的人生观呐、世界观呐，以及他们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呀，他们的对这个生活的要求都讲了很多那当时也有这么多的这个宗教这都叫做外教。这个时候呢，这些都叫做外教那么这些外教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古老的这些宗教他们都承认有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存在。那什么叫做自我到底是什么是自我呢？很多外道他也讲像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这个精神心灵那这些都是虚幻的，他也会这么讲的这些是虚幻的这些是无常的虚幻的不实在的他也会这么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佛教也是这么讲佛教也讲我们的肉体、心灵以及外在的这个世界都是无常的虚幻的我们佛教也这么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呢，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这些古老的这些外道外教，它就是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些我们所看见的所接触到的这些东西呢都是虚幻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它不是虚幻，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那么这是什么？这就叫做自我这是自我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印度教的一些这个书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我小我和大我小我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个体都叫做小我大我是什么呢？大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有一个这样子的自我的存在有一个这样子的自我的存在，这个我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佛教讲无我空心那么他们就讲有我大我就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不一样的地方。从佛教的角度讲佛教认为那这些外教它是没有办法解脱的。为什么不能解脱呢？就是因为他对这个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自我，他自己创建了一个这样子的自我，然后去执着这个自我大我，这样子的话，这个执着是没有办法这个推翻的。那他永远都没有办法证悟全面的这个圆满的无我空心。那么就是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执着没有推翻没有断除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执着它一定会导致烦恼因为这个执着它是无明它是无明，就是愚昧然后呢，这个无明愚昧这个没有断除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嗔恨心贪心傲慢嫉妒等等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烦恼都一定会产生的。所以呢外道是因为他没有打破这个执着，他没有放下这一点，所以他是没有办法获得永久的解脱。但是呢佛教不否定比如说外道
他这个他的这个教义当中啊，也有很多是向善啊，也有很多是这个积极的一面啊，善啊，他也这个全人向善啊，他自己比如说不杀不盗等等这些戒律很多外道他也有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些外道虽然没有办法获得最终的这个解脱，但是呢，他可以暂时，他可以在这个轮回当中他可以这个不堕地狱呀，不堕恶鬼呀，或者是他可以这个投身到人天人这个他可以做得到没问题的，这个可以做得到。这是一个有我和无我这是一个外道和这个佛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这是古老的宗教那么现代的，比如说世界上的这些这个大的宗教跟佛教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么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不讲缘起性空的我们现在的这些比如说像基督教等等这些宗教呢，基本上都是第一个不讲缘起第二个不讲性空就是这两个这两个是跟佛教有很大的区别第一个为什么说它不讲这个缘起呢？缘起到底是什么呢？缘起是佛教的一个它的一个特有的一个观点佛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因为它自己的因缘产生的大自然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心灵这方面的所有的这些变化这些这个自然的规律法则都是他自己的因缘所决定他自己的因缘决定有因有缘就有这个果没有因没有缘的时候呢，就没有果所以呢万事万物都是在因缘当中产生的除了这些因缘以外呢，没有造物主这个就是佛教的观点，没有造物主没有一个住在这个世界的一个这样子的万能神这个世界宇宙太阳系地球大自然的这个所有的变化跟任何一个鬼任何一个神都是没有关系的那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就跟他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因缘有关系它的变化不是它的变化不是以造物主由造物主来决定那么谁决定呢？就是它的变化是它自身的这个因缘来决定比如说这个宇宙有一天真的会爆炸有一天会有这个大爆炸的一天的话，那这个跟神没有关系的跟鬼没有关系的跟万能神造物主都没有关系，那就是跟谁有关系呢？那就是宇宙自身的这些因缘有关系但是宇宙自身的这个因缘当中呢除了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因缘以外，还有一个比较隐蔽的因缘这个因缘是什么呢？这因缘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善恶的这个业就是业罪业或者善业或者恶业就是这个是比较隐蔽的平时我们看不见的一个这样子的因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这些很客观的这些因素所以佛教无论是在轮回上面或者是解脱上面呢
都讲这个因和缘都讲因缘不讲鬼神，不讲鬼神。佛教他从来不求鬼神的力量不求鬼神的力量，人自己训练，自己锻炼，自己训练，自己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的这个心命或者是这个生命的级别，最后人把自己的所有的把这些烦恼成功的断除了以后呢，人就证悟了成佛了不需要造物主，不需要万能神这个就是佛教的观点。所以这个上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缘起第二个我们简单的讲，第二个心空心空是什么？心空或者空心都是一个意思。心空呢，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古老的这些宗教，比如说印度教这些当中呢，它还是会讲一些空性它还是会讲一些空性。但是呢现在的这些很多的宗教呢，基本上都不怎么讲这个空性不怎么讲空性。但是空性对佛教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最关键的这个教义空性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是否定我们今天的一切呢？我们今天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否定呢？它不是否定这些现象这个现象是存在的。那否定什么呢？这些现象的这个真实性它的真实性就否定了它的真实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呢，我们任何一个人不会去否定梦里面的这些现象这个我们不会否定的的的确确我们做梦了昨天晚上做梦了，梦见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否定的事实，这个不否定那么否定什么呢？虽然是做梦了，梦里面虽然是见到了这些东西但是呢，它是不是真实的存在的东西呢？然后就说这个不是真，这是幻觉这是虚幻的虚幻的，它没有真实性它没有真实性只有一种现象只有一种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幻觉，它没有真实性就是否定了它的真实性，没有否定它的现象那佛教的空性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善恶因果或者是这个一切这些现象佛教也没有否定，但是否定什么呢？就是否定它的真实性佛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不是真实的东西这都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东西这样子，这叫做空性那么佛教为什么告诉我们空性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烦恼都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当真的以后产生的如果我们要把烦恼从根本上要放下要从根本上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这都是不真实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放得下才能够放得下否则的话那就是放不下没有办法放下没有办法证悟。所以呢，佛教让我们顺利的成功的这个断除这些烦恼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就是虚幻的空性的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刚刚开始学佛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去讲空性可能是过早
过早了一点，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学空心，我们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学空心。在佛教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义。最后的问题我们的所有的最后的问题呢，也是用空心来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要证悟空心。但是呢这个是有过程，有过程的空心是佛教的一个高端的课程一个顶级的一个课程那这个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去学这个最顶级的课程，这个我们可能是消化不了的。所以呢暂时我们就知道有一个这么一个空性就可以了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学那这个是佛教的这个特有的佛教一个独有的那么除了佛教以外，这个缘起和性空这两个除了佛教以外，其他的宗教没有的那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区别但是呢，我们简单的说在我们这些都是理论那我们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自身，比如说我不想学外道我不想学外教，我想学这个佛教，我想作为一个佛教徒在这样子的时候呢我怎么样能够把我自己变成这个佛教徒呢是不是我一定要证悟空心呢是不是我一定要怎么样呢这都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呢是佛教和这个外道的一些这个观点认知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区别但是实际上我们简单的说最简单的这个区分的方法很简单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凡是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皈依佛教的三宝佛教的三宝什么呢？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等等这些佛就是这个佛教的这个佛宝还有法僧那凡是这个以皈依三宝凡是以皈依佛教的这个三宝的这个皈依作为基础的这些教义都叫做佛教很简单比如说你讲空心也好或者是讲缘起也好或者是讲一些其他的教义也好那这个理论它的基础是不是皈依佛教作为基础如果这个理论的这个基础是皈依佛教的三宝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佛教了无论是讲空心也好，讲菩提心也好，讲什么也好，讲因果也好讲善恶也好都叫做这个佛教就是说皈依佛教的三宝这个皈依作为他的教义或者他的修行的所有的教义和所有的修行的基础作为这个基础作为这个教义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所有的这个修行的方法修法，它的见解都叫做佛教这样子就很简单了大家都很清楚了，这叫做佛教然后呢，什么叫做这个外教呢什么是外教呢？凡是皈依除了佛教以外的宗教除了佛教以外的这个宗教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些修行的方法呀见解呀等等那么这个都叫做外教外教
佛教徒和非佛教徒也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要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那什么叫佛教徒呢？啊，凡是皈依啊，凡是皈依三宝的啊，皈依释迦牟尼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凡是皈依三宝的啊，都叫做佛教徒啊，都叫做佛教徒啊。皈依释迦牟尼佛，皈依阿弥陀佛、药师佛等等，这个皈依佛，然后呢，皈依这个佛教的显密的这个84000个法门啊，还有就是皈依佛教的这个僧众，那这样子皈依这个佛教的三宝的啊，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佛教徒啊，这叫做佛教徒，然后凡是不皈依这个佛教的三宝啊，凡是不皈依佛教的三宝，或者是凡是皈依外教的这个三宝啊，外教的三宝，或者皈依外教的人，那就不叫这个佛教徒啊，这不叫佛教徒。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当年阿底峡尊者这个经藏的时候呢那他也说过，这个佛教和外道这个区别是什么呢？有很多方面的区别，比如说他的观点的区别不一样差别，还有他的修心的差别，他的结果的这个结果上的这个差别有很多的差别。但是呢，就是最关键的这个差别就是凡是归于佛教的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所有的这个教义方法都叫佛教凡是皈依这个三宝的皈依三宝，凡是皈依三宝的都叫做这个皈依三宝的都叫做这个佛教徒然后呢，凡是不皈依三宝的不皈依佛教的三宝或者是比如说不皈依佛教的三宝是什么呢？他既不皈依佛教，也不皈依外教就像无神论这样子的，那也叫做非佛教徒然后呢，除了这个佛教以外，他就是皈依外教，除了佛教以外的宗教的那也叫做这个外教徒，这叫做这个非佛教徒这就是这个佛教徒和这外教徒的差别前面我们讲的是佛教和外教的这个差别那我们首先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过我们想学佛比如说作为一个想学佛的人比如说。因为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那么佛教在中国就是这么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呢因为就这个历史悠久这样子的话，对每一个人来说呢，还是基本上每个人都对佛教对这些传统的文化至少有一些感情的那一个这样子的时候呢，比如说一个这样子的人他什么都不懂，但是呢，他对佛教还是有点感情，他想学。如果要选择一个宗教的话，那他愿意选择佛教的一个这样子的人那对这个人来说，那他怎么样把自己变成一个佛教徒我们怎么样给他介绍什么是佛教，什么是非佛教？这个界限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是很需要的。简单的说，就一句话就可以搞定了凡是皈依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等等皈依佛教的三宝的都叫做佛教徒凡是不皈依的，或者是皈依其他的外教的都不叫佛教徒那么这样子的话，他立即就知道了那他如果要想学佛的话，那就是要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皈依第一步就是皈依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呢，他想皈依想学佛但是很多人就是害怕
皈依了以后啊，自己做不到啊，有很多很多的要求啊，有很多的戒律啊，有很多的戒律，这些做不到。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到时候就皈依了以后呢，然后有很多戒律没办法守啊，佛教徒有倡导这个素食啊，不抽烟、不喝酒等等啊，就是比较多啊，佛教的戒律比较多。这样子以后呢，他的有个担忧是什么呢？很想学很感兴趣，很想学也很想这个皈依但是呢，他就怕皈依了以后就是违背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条条框框然后呢，这个就是对他就成为一种变成了一种阻碍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就是第二步这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其实佛教里面有很多的戒律比如说密乘戒还有菩萨戒还有就是这个别解脱戒。别解脱戒要分出家人的戒律和在家人的戒律然后呢，在家人的戒律就是居士无戒，有很多戒律但是这些戒律呢没有一个戒律是必须要守的没有一个戒律是必须要守，没有一个不可能强迫某一个人去守什么戒律这个不可能的。是不是凡是进入这个佛门的必须要守这个居士无戒呢？也不是这样子当然这个戒定慧戒定慧是佛教的核心的这个最核心的部分。但是这个戒皈依了以后呢，皈依戒也是一种戒皈依戒它也是一种戒如果比如说有些人呢只能这个守皈依戒然后呢比如说其他的居士无戒当中的比如说杀盗淫妄都没有办法做都没有办法做，一个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话他可不可以这个皈依呢？也是可以皈依的。比如说他没有办法不抽烟他也没有办法不喝酒然后呢其他的也就是这个杀盗淫妄的戒律他暂时也没有办法守的话，那可不可以皈依呢？也是可以皈依的为什么呢？因为皈依戒只能守皈依戒那就可以的只能守皈依戒就可以。但是皈依戒里面呢有一个要求呢还是比较严格的比如说不杀生不杀生不故意的去杀害任何一个生命这个稍微严格一点。其他的呢非常的简单只要有这个心他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什么意思呢？皈依佛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我要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我的老师这个叫做皈依佛。什么是皈依法呢？从今以后我要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法就是当作我的这个所学习的课程就这么简单然后什么叫做皈依僧呢？我要把学释迦牟尼佛法的这些僧众作为我的同学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我的老师然后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就是作为我的这个所学的课程。然后呢，学释迦牟尼佛法的这些出家人在家人他们就是我的同学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皈依非常的简单只要有这个心愿然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皈依的皈依有皈依戒有皈依戒但是呢最关键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这3条除了这个以外都没有什么太难的一些戒律就是很简单的然后在这个皈依的基础上他可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尽量的去学习
尽量的去修行尽量的去帮助人利益众生这些呢，逐步的可以完成也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皈依进入佛门很多人都就很害怕，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这个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真的是所有的宗教里面呢最开放的一个宗教它的所有的这个戒律都是非常的人性化都是人性化的所以这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的这就是这个第二我刚才讲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外教是什么，佛教是什么要区分这个，要知道这个差别。第二个就是要超越第二个内容就是超越超越什么呢比如说一个想学佛的人首先他要去了解这个区别了解好了以后呢，他要超越外教进入佛门就是这个意思。超越就是这个开始的时候呢，他都不懂他只是想学佛只是想进入佛门但是他不懂怎么样进入佛门，什么是佛教他不懂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讲三个差别里面的第一个差别，先去了解这个，这叫做认识先认识一下这个的这个区别先了解一下这个区别，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叫做超越超越就是当他了解好了以后呢都了解好了以后呢，然后他怎么样超越这个外教进入佛门呢然后就是说那就皈依就皈依怎么样皈依呢？刚才我们讲的把释迦牟尼佛当作自己的老师然后呢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就是当作自己的这个所学的这个内容课程，然后呢学佛的人就当作我的同学那这样子就进入佛门了已经进入佛门，这叫做超越这叫超越。简单的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个这个差别当中的第一个差别就是这样子还有很多外道跟这个佛教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这个我们想学的话以后慢慢的去了解，大家可以慢慢了解我们今天就讲这么一点就是第一个差别是佛教跟这个外教的这个差别先了解完了以后呢，就进入佛门这个特别的重要但是呢，佛教跟很多的这个宗教都不一样什么是不一样呢？因为它非常的尊重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信仰所以佛教从来不强制性的手段来这个传播佛教的这个佛法教义比如说强制性的方法让人改行等等在佛教历史上基本上都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大规模的这样子的事情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已经为什么在佛教历史上为什么不出现这样子的事情呢很多宗教都有宗教历史上都有佛教为什么没有呢？这是佛陀自己说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不允许的为什么不允许呢？因为每一个人的自己的根基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学佛有好处有些人呢比如说他暂时时机不成熟所以他现在去学佛他可能
不一定对他很好啊。那他暂时去学基督教也好学其他的这个宗教也好说不定对他来说这个更合适一些这个说不清楚的呀。佛教是很好，但是呢，这个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很适应呢。所以佛就是非常的重视这个人的根基。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法，他的目的他并不是说要扩展自己的势力要扩大自己的这个佛教的范围它不是这个目的，这不是他的终极的目的。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那么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考虑怎么样利益就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帮助到人就怎么样去帮助这个人佛法来帮助他比较适合的话，让他学佛佛法不适合，基督教徒比较适合的话，那么先让他学基督教伊斯兰教，包括道教什么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根基不一样所以呢，每一个人的这个适合他的宗教呢也不一样虽然最终比如说人类的这个比如说贪嗔痴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话，最终极的方法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悟空性，只有一个。但是呢，这个终极的这个方法呢，这个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很适应这最终是要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个不一定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这个不能这个不一定适合。所以呢，佛教佛陀就是考虑这一点所以就佛经里面明确的规定这个是比如说他本来是一个新小乘佛教的然后呢一个大乘佛教的学大乘佛教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方法或者是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让他去学大乘佛教的话让他改信仰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犯戒的这是犯戒的。为什么犯戒呢如果他继续学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修法的话，那对他有帮助的然后呢，你如果机缘不成熟的情况下不去考虑这种方法对对方有没有这个帮助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让他改行或者是进入大乘佛教这样子以后，这样子的话呢，那他改行了以后，或者是他放弃他的这个小乘佛教信大乘佛教以后，在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路上他能不能走得好，走这个不好说。如果走不好那就是小乘佛教他学得好，走得好然后呢他转变了以后呢学不好，走不好，那这样子不就是对他就是伤害了他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盲目的强制性的让他改信，让别人改信，说外道也好，佛教的内部也好这是错误的所以佛不允许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教徒信徒当中佛教徒就是烧得很可怜的是为什么呢？就不用这种方法去传播就是这样子的原因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义务或者是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虽然不用不正当的这个手段我们虽然不用这个强制性等等的但是呢这种正当的这种传播还是很需要的还是很需要。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佛教徒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为什么要去传播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比如说我们就每一个人的这个同事同学家庭成员
朋友这个圈里面呢，有很多人是需要这个佛法的不管他信和不信不管他自己承认不承认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呢是需要这些真正需要这些佛教的这些方法。因为很多人觉得活得很没有意义的呀很悲观的呀，很消极的呀虽然很多人有钱，但是不开心的呀，不幸福的呀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感情的原因，婚姻的原因，工作的原因就是活得非常非常不幸福，很痛苦的这种人呢越来越多呀越来越多，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这样子的人。那么这些人如果他学佛了或者是他不会完全的投入，但是呢他愿意在这个佛教的这些方法里面呢，他愿意接受一部分也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了。这个是很需要这种需要这种帮助的人是非常非常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帮助呢为什么不去说呢为什么不去分享呢当然我们自己都没有什么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了。我们整天都是什么叫学佛呢不学习，不修心不去学习佛陀的智慧，不去学习佛陀的慈悲心然后整天就是烧香烧高香，烧头香，为了什么？为了升官，为了发财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呢，我们自己虽然是学佛学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学到任何的东西。那么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我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呢烧香拜佛有什么？烧高香烧头香有什么分享的呢这个很可惜的所以呢我们首先我们自己要好好学习要修心必须要去抓住佛教的这些核心的部分核心的部分非常简单。核心是什么？非常简单，就两个字两个字是什么？智悲智慧和慈悲这就是大乘佛教的核心我们要去学慈悲，用佛教的语言讲叫做慈悲用我们俗话讲就是爱爱一切众生爱我们可以分大爱和小爱小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包括动物都有的大爱呢不但是动物没有，我们人类也就很少有但是这个是可以训练的，可以培养的大爱是可以培养的那大爱就是佛教讲的慈悲心，就是大爱不是小爱这小爱不需要培养的，每个人都有的，先天就有的不需要培养。但是大爱需要培养，这个就是佛教讲的这个慈悲那我们自己去学慈悲心，修慈悲心培养我们自己的慈悲心，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慈悲心可以分享同样的我们可以去学智慧学佛陀的智慧然后呢培养自己的这个智慧提升自己的这个智慧的级别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人生对这个世界对生活的这个态度有所提高有所提高有提高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也可以说可以是一种境界这可以说是一种境界那这个境界我们可以分享可以分享分享给其他的这些朋友同事同学就有这么多的人痛苦需要帮助的，尤其是需要这个精神上的帮助精神上的帮助我们现在特别的重要过去呢是物质上的帮助特别需要当然这个现在也需要现在也很多人需要这个物质的
帮助啊。但是呢，现在呢这叫做性贫困族啊，性的贫困族啊。过去我们的这个贫困这2个字，我们怎么理解呢？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就是没有钱就叫做贫困。那这个怎么样解决呢？这就是去用物质去扶贫啊，就是这样子。那么新的这个新的贫困族啊，新的贫困族是什么呢？他有可能他非常有钱啊，有可能他非常有钱啊，但是他仍然是贫困啊。是什么贫困呢？就是因为人的这个生活人的生活是有两个领域啊。为什么有2个不同的这个区域领域呢？就是因为人是精神和肉体的组合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所以呢，他的生活有2个这个区域，一个就是物质，这是用来满足他的肉体的需求啊。另外一个这个领域呢这就是精神的这个领域啊。那么精神上的这个领域，这个是用来满足他的精神的需求。因为人是精神和这个肉体物质的组合体，所以他的生活区域也只有2种区域但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呢，完全忽略了这个，我们就只关心这个物质的一个单方面的这个领域当中去扶贫怎么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富有贫困贫富都在讲这个区域，另外一个区域我们根本没有去考虑，忽略了但是呢我们好不容易解决了这个物质领域当中的问题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在这个精神的这个领域当中的贫困，然后我们就发现了这边虽然没有问题了，解决了，但是另一个地方呢有另外一种这个贫富另外一种贫富然后这个精神上的这种极度的这个贫困极度贫困是什么呢？就是空虚、焦虑、孤独抑郁就是导致这些问题了那么这2个物质的区域当中缺乏物质的时候，我们很痛苦同样的这个精神的领域当中缺乏了某些东西的时候呢，一样的痛苦一样的痛苦。有些时候呢，它这种痛苦呢，有些时候还超过了物质的这个缺乏的痛苦，缺乏所带来的痛苦所以这么多人呢有可能他是很高的地位很高的官员有可能他是很有名声的明星有可能他是非常有钱的土豪但是呢精神上这我们就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面临这种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佛教正好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物质上面呢我们没有解决到太大的问题人家基督教做得非常好这个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他们搞了很多的慈善做得很好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挥作用的时机到了这是精神上的很多问题是佛教正好有这些东西了而且佛教里面的这些方法呢特别的丰富特别的丰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我们自己不学的话，那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佛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我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子多可惜非常的可惜的。我们的口头禅佛教徒的口头禅是什么呢？度化众生，利益众生说起来很好听的怎么样去度化呢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转一次法轮的时候呢，成千上万的人开悟了，成千上万的人成佛了，有这样子吗？我们没有这样子
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我们比如说，因为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啊，和佛陀的这个慈悲心，然后呢，我自己先学、吸收、消化，然后呢，这个变成我自己的东西以后首先是释迦牟尼佛的在这个佛经当中的一些内容，这个时候它不属于我的。那现在我自己学了，我自己修了，它属于是我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把一部分东西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很多这种精神上的这个贫困族，新的贫困族，这样子多好啊！可以帮助很多人呢，这叫做利益众生这就是我们的利益众生佛陀的利益众生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利益众生，那就肯定不是这样子，这个更伟大了。但是呢，我们自己的利益众生是什么呢？就是我去学，我去修，然后我学到的东西我分享给大家无条件的分享，我这个不需要什么条件然后呢，这里面呢也没有什么我自己的什么目的没有什么目的，就是我就是为了解决你的心灵上的一些困扰那这样子多好啊！这个当中然后我们自己也就是活得很有意义的活得很有意义。你们肯定会经常遇到经常动不动就说活得没有意思了不想活了。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兴趣了这生活上这个任何一个都很乏味肯定会经常碰到这种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传教不是用什么手段来传播什么自己的东西，只是帮助别人那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很需要的所以我们这叫做超越超越，先我自己超越我超越了以后呢，然后我让别人超越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就是被洪水这个冲走的时候呢，首先我要自己就想办法上岸，然后我可以把这人就拿到岸上如果两个人都淹在水里面，那是没有办法帮助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区别知道了以后呢，要超越。超越的时候，先我自己超越我超越了以后呢，然后我让别人超越这个特别重要，这个叫做利益众生，帮助众生这样子以后呢我完全相信，比如说今天有人来说我觉得我活得很没有意思了，不想活了，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个人生真的没有任何的意义了，这样子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一个这样子的消极的人生观，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如果他能够接受这一点的话，然后呢立即就体现出他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他立即就知道原来我活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原来我还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在这个之前呢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些，所以很郁闷很郁闷不想活或者是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但是这样子以后呢他一定会就变了一个人然后呢他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他自己很开心一定会很幸福这个就是大爱的力量，这个就是爱的力量，这个就是慈悲心的力量慈悲心就是这样子。现在西方心理学家，非常著名的西方心理学家也在用这个佛教的方法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么好的方法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做一点这方面的，这个特别重要，这叫做超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差别简单的讲第一个差别然后我们
这个上面呢，让大家自己以后进一步的去学延伸进一步的去学其他的佛教跟外道的区别怎么样超越超越了以后呢，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人呢？比如说人家基督教、天主教，它有很多很多的团体经常在这个去传教有些时候呢，他们在历史上他们的传教的方法实际上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呢，有些人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感人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就是过去历史上的，这个是大家都需要物质的这个帮助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说我们不需要物质的帮助，仍然需要但是呢，现在更需要的，或者是更多，或者是再往后的话，更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帮助这个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就如果自己能够投入一点点的话，那就一定可以帮助很多人帮助人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幸福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真正的这个生存的意义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真正的这个生存的价值，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这是非常重要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是一直都在一直都在这个物质的这个领域当中就在物质的领域从来都没有超越过这个那这个当中呢，我们虽然奋斗了很长时间那有可能就是现在赚到了一点点的钱但是这个钱就让我们很开心吗？很幸福吗？没有就是经常说活得没有意义的或者是很辛苦的一天一天的就是睡不着觉的、失眠的，最后就是变成抑郁症的都不是农民工人，这是穷人大部分人都是有钱的人那么钱带来了幸福吗？这不一定的，钱不能没有了，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万能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只考虑这个物质的范围那这个正好是佛教徒在这方面呢，有佛教徒就是有优势一定要发挥作用，这个叫做超越。好，这个是第一然后我们讲第二个这个差别第二个差别是什么呢？时间法和处时间法的差别那什么叫做时间法？什么叫做处时间法呢？时间首先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六道轮回就叫做时间用佛教的这个话来讲六道轮回叫做时间超越了六道轮回以后呢这叫做出时间出时间那六道轮回当中超越怎么个超越的方法超越是什么概念呢？是不是我们比如说从中国移民到美国一样从时间就移民到这个出时间就去另外一个世界吗？它不是这样子这个超越是一种心灵上的超越心灵上的超越，人可以仍然在这个世界红尘当中但是呢心已经不在这个红尘当中，已经超越了就是这样子叫做这个超越那超越了以后超越以后的这个境界叫做处时间超越了出去了这叫处时间处时间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个一切都叫做时间我们简单的讲六道轮回就是轮回红尘就是时间超越了六道超越了红尘
那这叫做这个出世间啊。首先是这样子，然后呢，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法这个字啊。法是什么呢？就是方法啊，方法出世间，或者是超越世间啊，或者是超越六道、超越红尘的方法啊，叫做出世间法啊。然后进入六道轮回啊，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不断的轮转啊，不断的精华啊，这样子的方法这样子的方法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时间法啊，这叫做时间法啊。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具体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烧香拜佛啊，或者是修心打坐啊，做任何一个善啊，做任何一个善事啊。那么这个有两种可能啊，这个善事要不就是变成了这个出世间法啊，要么它就变成了时间法啊，就只有这两个比如说我们今天好心好意的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私自利的条件在这种无条件下去帮助别人了帮助众生，无论是什么精神上的、心灵上的、这个物质上的都可以，就帮助众生。那这个绝对是善这个绝对是善事。那么这个善是出世间法还是时间法呢？这个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呢？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辨别的一个方法什么东西来这个区分？在这个时间法和出世间法当中以什么东西来决定它是时间法以什么东西来决定它是出世间法呢？在这个当中起到这个关键性的或者是决定性的作用的，叫做出离心这叫做出离心。出离心这三个字出离这两个字对这个佛教对解脱来说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那么出离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让我们去出家了呢？不是，人出家了穿上了这个僧袍僧衣袈裟，但是呢心还没有这个出离心的话，那这也是一种心事这也是一种心事。然后呢，人在红尘当中有很大很大的事业有几千几万名的这个员工这个有这样子的有这个跨国性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总裁人在红尘当中但他心还是可以解脱超越的所以这个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处理这两个是跟出家在家没有关系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等一下继续介绍这个是不是出离心然后先说有出离心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烧高香也好，烧头香也好或者是高香头香都不烧，自己家里烧香也好或者是做功课比如说念经磕头或者我们去这个义工做义工也好救灾救难当义工也好或者是我们去拿钱去修庙修寺院也好或者是拿钱去修学校修医院修养老院修孤儿院也好凡是这一切都在这个这一切都成为
这个处世间法啊。就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基础是出离心呢它的基础是出离心。比如说这个修学校或者是医院免费的这个养老院看起来呢这个似乎就是跟解脱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一种人间的福报但是这是不是真正的是这样子呢？那是不一定的如果这个修学校的人首先他知道这个是善事他愿意去做那他为什么行善呢如果他是想超越六道轮回他想超越六道轮回，所以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它的基础是出离心那这个叫做这个处世间法修学校、修养老院修医院、当义工他没有念经他没有磕头他没有烧香都没有但是呢这个是出这个处世间法处世间法因为他的因为他修了这个学校他修了这个医院那么这个山将来他让他让他解脱让他解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是出世间法它为什么是出世间法呢？因为它的动机是出离心因为它的动机它的基础是出离心那么另外一个角度讲，比如说我们拿很多很多的钱去修很大的佛像修很金碧辉煌的这个寺院或者是供僧或者是我们整天的不出去闭关，在家里磕头念经闭关就是断绝任何这个外界的这个来往，然后呢非常认真的去这个念经学习那他是不是一定是这个出世间法呢？那是不一定的为什么？这个还是要看他的动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他只是为了他这不是为了解脱不是为了超越六道轮回，而是为了下意识我不堕地狱，不堕畜生不堕恶鬼然后呢我再回来投身到人间或者是天人当中去享受人天的福报，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去修塔修庙然后闭关修心呢？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不是这个出世间法呢？不是出世间法，这就是实践法实践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行善的时候呢不能看这个外表的这个形式外表的形式不是很重要的要看它的真正的内涵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就是要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这就叫做出离心这叫出离心。出离心在这个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决定性的作用唯一的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就是出离心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必须要修出离心，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出离心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修稍微投入一点的话也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出离心非常重要它修比较容易，但是呢对我们来说这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比如说一旦有了出离心的话，那么在以后的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行善所有的善
膳食都变成了时间处时间法处时间法。这就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之后在往后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心善都变成让我解脱的法让我从轮回当中解脱的法这个多有意思呀！出离心特别重要。那出离心到底什么叫做出离心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出离心出离这两个字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它不是肉体上讲它就是从精神上从精神上出离不是从肉体上出离肉体上你可以有家庭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都可以有但是呢精神上要处理。那么精神上的处理和肉体上的这个不处理这两个会不会矛盾呢？这个不会矛盾的。那处理是什么？简单的讲简单的说首先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六道轮回是痛苦的，总的来说它是痛苦的当然六道轮回当中呢也有一些幸福快乐有这个不排除的，佛也不会否定的。但是呢在六道轮回当中的真正的这个幸福快乐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不但是短暂，而且这个幸福当中有很多不行的东西真正的一个永久的纯正的这样子的幸福，这个轮回当中是没有办法找到没有办法找到。大家可以想想我们人是六道轮回当中是最理想的生命最高级的最理想。我们上面呢从级别来讲虽然还有一个叫做天人但是天人他不懂得一般都不懂得学佛修心打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是最理想的那么我们这个人比如说我们已经活了40-50年50-60年那么这个当中呢有没有一个绝对的幸福有没有一个比较永久的或者是不说永久不说永恒，更不说永恒，也不说永久稍微稳定稍微稳定一点的，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幸福呢？没有，大家都觉得没有痛苦经常都有幸福，真正的幸福就是很少很少。所以佛对这个轮回的定义是什么呢？佛就是说轮回是痛苦的佛不会说轮回是幸福的，但是呢佛不会否定轮回当中的这么一点点的这些幸福快乐，他不会否定。但是呢总的来说佛就是说轮回是痛苦的。然后我们就去思考这个人生然后也要全方位的去看这个轮回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轮回呢，这个轮回的这个整个轮回的全景图的一方面一部分我们没有看到过其他的这些轮回地狱畜生畜生我们看到过，地狱恶鬼都没有看到然后看一下轮回的全景的图然后呢再去思考一下这个轮回的这个每一个众生的痛苦他们所面临的这些痛苦，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轮回是痛苦的然后下意识呢我不愿意以我现在的身份出现在这个轮回当中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呢？现在的身份就是一种凡夫一种凡夫，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一个很普通的有烦恼有自私尤其是
把任何一个虚幻的东西都当作是正式的一个这样子的非常愚昧的一个这样子的终生啊，叫做凡夫啊。以凡夫的这个身份啊，我不再愿意啊出现在这个地方啊。下一世我再出来的时候，我绝对要啊以比凡夫好一点的啊身份出现啊。这样子的话，我自己第一个我自己不痛苦啊，第二个不但是我不痛苦，我可以让很多人不痛苦啊。这样子呢，我的出现是很有意思，我一定要以这种身份出现啊。这种身份呢，从表面上看，他不一定是一个出家人啊，他不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菩萨啊，他这个表面上他有可能是一个商人啊，有可能是一个政客呀，有可能是一个明星呐啊，都有可能，这都有可能。但是内心当中他的这个身份啊，那就是不一样了啊。以后我要再回来的话，那我一定要以这样子的身份出来啊！我绝对啊不以现在的这个身份再出来啊！这个决定啊叫做出离心啊，这叫做出离心。简单的说就是说啊，我不愿意在这个轮回当中，不愿意再继续再轮回啊！我一定要超越这个轮回啊！一定要超越叫做解脱，叫做解脱啊！那我们很多人也问，什么叫做解脱呢？啊，大家都觉得这个解脱很模糊呀，很神秘呀，很抽象啊，其实不是啊，因为我们没有修，所以我们觉得很神秘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修行上稍微投入一点，这样子的话，这个解脱啊，虽然不是这个彻底的解脱啊，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走到了一界路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解脱是什么啊？因为我获得了一部分的解脱了啊，这个时候就知道解脱是什么样子。这时候呢，解脱它不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啊，也不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啊，可以亲身经历的。但是这个我们不修行的话，那永远都是神秘啊，永远都是神秘的，永远都不会有这种感受啊。所以我们要修行，这叫做出离心啊。简单的说，首先要知道这个轮回里面呢，我再以这样子的身份出来，那我绝对是很痛苦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啊。这就确定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那我以什么样的身份出来？那我一定要解脱啊，超越了再出来啊，那么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我不愿意在这个轮回啊，我一定要在这个轮回当中超越的是我的心灵，不是我的肉体啊。肉体释迦牟尼佛虽然是佛的化身啊，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人还不就在印度吗？啊，他没有去哪里呀？啊，还是在印度啊。当时的这个像文殊菩萨呀、观世音菩萨呀，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菩萨啊。那他从他的肉体的角度来讲，他们呢都是人呢啊，包括释迦牟尼佛都是人，他肉体啊还是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在这个地球上，没有超越，但是他的力量不一样啊，他的内心、他的心灵啊，已经超越了，他再也没有烦恼啊，再也没有痛苦，然后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和慈悲心啊，这是人完全可以做到的啊，人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把自己可以训练啊，可以训练为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啊，这叫做解脱啊，这个叫做有这个决心啊，叫做出离心啊，这个决心就是出离心。那这个决心怎么样才有这样子的决心呢？啊，那就是有一系列的修行的方法啊，修行的方法。
这叫做出离心的修行的方法，也叫做在藏传佛教里面这叫做外潜心啊。外潜心有非常具体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啊，这是叫做出离心啊。然后有了出离心以后呢，自从有了出离心，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我心里有了这个决心的话，那么从今天啊，我在这个解脱的道路上，我迈上了第一步了啊。解脱的道路上，我现在已经开始走解脱道了啊。然后这个解脱道啊，做得好和做得不好，这个还是要看我之后的这个修心啊。但是我现在至少在这个解脱道路上，我就迈了第一步了啊，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了啊，非常好的开始。在这样子的这个决心，这种开始，是我们在这个过去的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轮回当中啊，我们从来没有过的啊。这是我们今天做人的我们的收获，这是我们的收获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子，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收获呢？不是收获，这个本身啊，这个产权本身就这么70-80年啊。然后呢，如果我这个产权如果还有100年200年的，那我能活到这么久吗？啊，所以这都不算收获啊。然后呢，我奋斗了一辈子，有一点点积蓄啊，那是不是收获呢？也不一定。这个我走的时候，这都是没有用的啊，这都是没有用的。那么我走的时候，真正我可以带走的啊，我可以带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这些精神上的啊、心灵上的这些东西呢，我走的时候，我完全可以带走啊，这才是我真正的做人的收获啊。我到了这个人间的收获就是这个啊，并不是我们的房子和车子啊，这个要搞清楚。这叫做出离心啊。那么有了出离心以后我们比如说以出离心的基础上我去修学校、修医院这个去我没有念经、没有打坐，但是我去比如说去当义工有灾难的时候去救灾那这些都是解脱法这些方法，这个救灾义工让我解脱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出离心的动机、出离心的基础。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那刚刚我们讲过了整天就关在这个屋子里烧香拜佛念经也是没有用的。我不会这些方法不会让我解脱只能让我不堕地狱不堕畜生道不堕恶趣下一世我再回来的时候呢我稍微健康一点稍微幸福一点稍微有钱这个是能做得到只能做到这一点他永远都不能让我解脱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出离心呢，他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动力，他没有这动力，他怎么让我们解脱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学佛一些，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84000法门我们学不完的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我们学了几辈子学不完的但是呢，这些关键的东西我们不学，这个非常的可惜本来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机会走解脱道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无知把学佛也就是当做一个赚钱的一种手段为什么烧高香、烧这个头香呢？就是为了我顺利，为了我赚更多的钱为了我做更高的官为了我更有名气这样子有意思吗？没有意思的。所以出离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
我们供一盏灯啊，我们供一盏灯，那这个是供佛啊，有善根的啊，这个就是善事啊。那么这个善事啊，我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前我供了一盏灯，那么这个的功德让我解脱呢，还是让我下意识让我更有钱更聪明呢？啊，是什么呢？这个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动机。那如果我是以出离心为基础啊，在佛像前供了一盏灯啊，那我下意识不但是我更聪明更有智慧，而且啊下意识我可以解脱啊，这个供一盏灯的这个功德就变成了啊让我解脱的这个出世间法，这是出离心的力量啊。因为出离心把它转化为啊这个解脱道，这样子。那如果没有这个出离心啊，我没有出离心，那么没有出离心的话，那就是更多的是什么呢？啊，就是为了这个发财呀，为了工作顺利啊、健康啊，为了我聪明呢为了我考试考得好等等佛前供灯就是会有智慧的那为了我考得好为什么要考好的学校呢？就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工作呢？为什么要找好工作呢？就要赚更多的钱呢？就这么讲，还是回到钱这个问题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在佛像前供一盏灯也好，成千上万的灯也好，这都是世间法因为它失去了出离心的力量没有东西把它转化为这个这个解脱出世间法所以出离心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起到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大这个一定要修一定要修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要去赚钱然后要去发展自己的这个事业也很重要的这个我们不会说这些都放下呀，这都不要了呀，我们不会这么说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必须要知道对你个人的这真正的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我们一定要深入的去思考这个很重要。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这个差别第二个差别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差别以什么东西来区分呢？界限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就是出离心这是第二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这叫做认识然后呢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超越那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世间法什么叫做出世间法，然后知道了以后呢，我要超越世间法进入出世间也就是进入解脱道超越世间法进入解脱道怎么样个这个解脱超越的方法呢？怎么样个进入的方法呢？那就是要修思前行思前行人生难得呀，生命无常轮回的痛苦因果不虚就这四个叫做思前行那么这思前行修好了以后呢，他们的共同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出离心就是出离心这个的具体的修法呢，我们今天不讲那这叫做超越这是第二。然后我们现在讲第三第三是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个区别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区别。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从地域上看像这个云南的上座部泰国、缅甸这些南方的这个国家的这些这个佛教叫做小乘佛教然后呢，像这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日本的佛教等等这些叫做大乘佛教从地域上看，这样子叫大乘佛教但
但是它的真正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不是以地域来分啊，那是以什么来分呢？就是以发心，也是发心啊，发心来分。那这个发心是什么？是不是出离心呢？不是出离心啊，这个叫做什么心呢？这叫做菩提心啊，这就叫做菩提心。大乘和小乘的这个区别就是有无菩提心。凡是有菩提心的都叫做大乘佛教；凡是没有菩提心的都叫做小乘佛教。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的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供一盏灯供一盏灯。那么这个灯的功德是什么？是属于大乘佛教呢？是属于小乘佛教呢？那怎么样去区分呢？就是我们是不是以外在的这个物质来区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呢，供金银珠宝就是大乘佛教的法然后呢，很普通的这些供品就小乘佛教，是不是大和小？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样子大和小跟这个外在的这个心识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内在的动机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说，发心跟这个发心有关系。那我们比如说在释迦牟尼佛前供了一盏灯以后呢，这个属于什么要看怎么样发心。如果我这个是以菩提心的基础上供了一盏灯那么哪怕是一盏灯这个功德就是大乘佛教属于大乘佛教。这个功德呢，让我不但是解脱，而且将来让我成佛让我成佛。如果是小乘佛教的话那么虽然这个是解脱这个不是世间法，但是呢，它不能让我成佛不能让我成佛。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让我成就阿罗汉阿罗汉就是小乘佛教的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果位。那这就是大乘和小乘的这个区别大乘佛教呢成佛小乘佛教就是成为阿罗汉然后小乘佛教呢就了脱自己的生死就是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的痛苦不去考虑其他众生的痛苦。大乘佛教呢就是为了度众生不但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所有众生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是这样子那么这两个的这个区别就是菩提心凡是有菩提心的在菩提心的基础上烧香拜佛念经磕头还有闻思修做义工等等做任何善事都是大乘法。大乘法让我们成佛的因素然后凡是没有菩提心但是有出离心凡是这样子的法这样子的心善都属于小乘法。那么小乘法呢，将来让我成为阿罗汉可以解决我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其他众生的痛苦这个就是区别菩提心。那菩提心什么叫做菩提心呢？什么叫菩提心呢？这个我们曾经呢在慧灯之光里面呢讲了很多了。我们简单的说菩提心它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对所有的对天下所有的生命有慈悲心有大爱有慈悲心。
第一个然后呢这个慈悲心的意思是什么样子呢？它不单是一般的慈悲心呢就是因为看到这些众生很痛苦的时候呢，下决心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让他们从这个痛苦当中摆脱我一定要想办法解脱让这些人解脱，获得解脱。这个叫做这个大慈大悲我们经常讲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什么叫做大慈大悲呢？比如说我们平时看到要饭的乞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对他有一点点同情心给点钱或者是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一些流浪狗流浪猫的时候，就是有点慈悲心同情心然后呢把它送到一个收养所等等那么这些叫做慈悲心，还不叫大慈大悲都不叫大慈大悲。那么大慈大悲是什么呢？不但是有慈悲心而且这个慈悲心就是升级升到什么样，上升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不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不但是我对他们有同情心，而且我一定要下决心，我一定要让他们摆脱这个痛苦一定要让他们从这个痛苦当中解脱这个就叫做大慈大悲首先要有这个慈悲心，大慈大悲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那我怎么样能够做到呢？我现在我自己也没有解脱我让我自己解脱，我现在都做不到，那我怎么能够做到让所有人解脱呢？这个时候呢，有一种方法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首先让我自己成佛我成了佛以后呢，我才有这个能力像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转法轮度了无数的众生那么释迦牟尼佛从表面上我们看来他圆寂了不在了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他没有圆寂，他一定会另外一种形式来继续度众生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形式他过去呢是一个佛的身份度众生那他现在也在度众生，但是呢他不是当年的这种身份他有可能是一种商人呢有可能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都有可能他以这种形式，以这种身份继续度众生，他度众生的这个工作永远都不会停止的所以佛成了佛以后呢，才能够满这个愿，才能够满这个愿才能够实现这个梦想所以我为了度一切众生，我一定要成佛方法我已经找到了，成佛成了佛我才能够做到这个才能够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除了成佛以外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我首先我自己先成佛所以我今天要学习修心我从现在马上当下开始修心学习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我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那么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投入到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行业当中虽然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这个能力今天我没有这个能力，这个不能代表我永远都没有这个能力我一定会成功的，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下决心了那这叫做菩提心简单的说，这个就是菩提心那么就是以这样子的菩提心的这个基础上烧香拜佛然后就是
这个念经磕头啊，当义工、修学校，凡是做任何一个善啊，都叫做大乘法啊，都叫做大乘法。从此以后呢啊，就叫做这个大乘佛教徒啊，这样子。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讲的两个，首先是要认识啊，什么是大乘，什么是小乘啊。大乘小乘也有很多很多的区别，最关键的区别就是这个啊。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区别呢？这跟我们的修行有什么关系呢？啊，当然有关系呀。我们要成佛，首先我们要知道，比如说，首先我们要知道外教是什么啊，知道了要超越它啊。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世间法是什么东西，知道了以后要超越它啊。第三个呢，我们要知道小乘法是什么，知道了以后要超越它啊，一个一个的超越，最后我们就走入了这个大乘的解脱道啊，最后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大乘修行人啊。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实际的修行呢，跟我们的实修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学啊，先去学啊，这个区别先去了解，了解了以后呢，超越啊。第二个就是超越，第二个步骤就是超越。那超越的这个过程呢，从菩提心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因为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要求很高啊，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思想啊，一个勇气啊，这对我们啊一个普通人来说啊，让我们一下子啊要发起一个这样子的心，这个多难呐，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适应它啊，接受它，适应它啊，然后慢慢的训练自己啊，总有一天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啊这个菩提心的理念啊，那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超越啊没有那么的容易啊，但是呢，只要我们愿意的话，完全是可以超越这个自私自利啊。小乘佛教非常好啊，但是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很自私的啊，他不管任何人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啊，包括他的父母亲戚都不管，这是我自己要解脱啊。这个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自私啊，所以要突破这个自私啊，这个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本来就是先天就是很自私的啊。很自私，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功利主义，每一个人都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私啊，自私自利，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很正常的一个这样子的价值观。要突破这一点那是有难度的有难度的。但是呢，想学大乘佛教，必须要突破这一点要超越。那超越的方法是什么只要我们有这个勇气，我要去超越，我要去突破，有这个勇气，方法是有的特别的多就是菩提心的这些修法慧灯之光里面都介绍了很多种菩提心的修法，光的、略的、简单的非常简单的，有很多种那我们要去修这个菩提心修了菩提心，总有一天一定会有升起菩提心的然后有了菩提心以后呢，当下瞬间我们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菩萨我们人变成了菩萨通常我们认为菩萨就是像文殊菩萨呀、观世音菩萨就是泥塑的菩萨，铜像唐卡呀、壁画呀就是不会说话、不会做事的高高在上的一个这样子的塑像偶像
其实这个不是啊，这是他的。比如说我们人拍一个照片啊，那么这照片不是人啊，那这些像啊佛像它不是佛，它不是菩萨啊。菩萨是什么？菩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啊。那么我们自己也可以变成菩萨啊，我们可以啊，我们的生命啊，可以从一个普通的凡夫的层面啊，然后呢上升啊，升级到最后就是升级到菩萨的级别啊，在菩萨的级别再升级，就可以变成这个佛啊，升级到这个佛的级别啊。这叫做这个菩提心的超越的阶段啊。那这个我们要一步一步的修，然后有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呢，从今以后啊，我们叫做菩萨。从这个瞬间，我们就在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道路解脱的道路上，就是迈上了第一步啊。从今以后，我们不叫凡夫，我们叫菩萨，叫菩萨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有佛经的根据的，叫菩萨。那么虽然是名字这个很好听，那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啊，我们有没有什么实际？有实际的意义啊，是什么？从今以后啊，有了这个真正的菩提心以后呢，从今以后我们不会堕到恶趣，就是从今以后绝对不会堕地狱、畜生啊，还有这个恶鬼啊。从今以后呢我们帮助人的这个力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能量不一样的啊，感染力不一样的。从今以后呢，我们可以帮助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啊，非常多的人。从今以后呢，我们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变成了有意义的生命了从今以后呢，从此以后呢，我们才真正的做到了这个人生就有意义了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的目标这个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希望大家好好修这个菩提心和出离心我们首先要去了解这三个区别了解好了以后呢，我们把一个一个的超越一个一个的突破突破外道，突破世间法，突破小乘佛教然后逐步的进入，最后就进入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解脱道，修菩提心就这样子。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Sonam de tamja zubani domni ni pejana banji kirgana je walon de ba chebe zole do ado jo om a hom banzer pamasa de hom